所以我们真的是所谓的糖上瘾大国吗？对，没有错。那糖是万恶之源，对吗？对，那钱也是万恶之源啊。所以要钱呢？你会给马来西亚的就是网民什么样子的建议？要用脑。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来宾今天是这样的人，这个跟我的预期有出入。Hello， 你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比比来三嘛》。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呢是个有才华的帅哥，我们有林冠良营养师。大家好，大家好。你是一个 I 人还是一个 E 人？我其实不太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introvert 跟 extrovert 啊？我有听过。你是外向内向，你自己不知道没？我其实比较内向一点。你这比较内向，这里就是我的玩物啦。因为通常人家讲说内向的人就是外向的人的玩物这样子，所以我今天会很嗨哦，你 OK 吗 ？OK。对，好啦，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邀请到呢，冠良来到我们的现场呢，就是可以跟大家聊一下。我想他应该是我们马来西亚，就是营养师里面颇有知名度的了。就是你一直都有在做影片放上去网络上嘛？对，没有错。所以影片还有文章这些东西。所以你是在 MCO 的时候爆红的医师吗？首先第一我不是医师，讲错，营养师。营养师，然后 MCO 有一个助力啦，一个助推，因为在这之前基本上大家对于健康这个方面的内容，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MCO 的时候，大家就很在意疫苗的东西，这样，那时候就有非常多的那一种假的东西，反疫苗的啊，一些假的那些资讯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时候我就有去做一些辟谣咯，然后那时候就确实啦，曝光率有高一点，还要多谢那些反疫苗的啦。其实是在 MCO 的时候，我们可以特别明确的感觉到，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些极大的课题在眼前嘛。可是现在过了之后，我们就觉得，好像打的 rasa， 假设打个来西之后，我们还有发生什么事情？你会给马来西亚的就是网民什么样子的建议？要用脑。谢谢，要用脑，就是这样罢了。脑怎样用？很久没有用了，忘记了。你要先去看这个资讯来源是哪里来的。有时候你不要只是看标题，你要点进去看。它标题上面写的东西不一定就是跟内容是一样的，有时候它可能是断章取义，有时候可能就是为了吸你的眼球，要骗你去 share 之类的。就连正规媒体也常常是这样子啦。然后我个人被报道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它也是，比如讲我曾经就做一个演讲，然后他们有邀请报社来去报道，然后结果新闻出来讲说什么林冠良营养师说糙米要多吃，对身体很好。可是那一场演讲我从头到尾没有讲到糙米。这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不知道。那你有去问吗？就类似于像被压下来这样吧。就我就问主办单位啦，然后主办单位就这样但如果你在旁边的感觉是，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就是下这个无中生有的标题的人，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收了糙米的厂商的钱吗？也不是啦，也不是啦，可能就是他如果收了要分你吗？因为有你的名字。是嘞，你看就是白白给人家利用掉。哎呦，白白代言了。是，那其实这个很可能没有什么太多，就是阴谋在后面就只是懒惰罢了。他们就只是因为没有空，或者是没有心，或者是不想要听完整个，然后来做一个解释。而是就是就看营养师一定是讲糙米好的啦就这样子写了这样子的题目罢了。我发现你是一个蛮有趣的人就是你总是很震惊的表情，然后但是你会突然间杀出一些很狠的话，就用脑，而他的表情是很冷静的这样子之类。我说这种人就是懒惰。不过确实我也是奇怪的人因为基本上也很少人会这么较真的。我刚刚才过来之前，我刚刚才写一篇东西。就是讲说蜂蜜可不可以放3000年，这是一个流传了很久的一个说法罢了。他们讲说蜂蜜不会坏的对。可是你就想咯，蜂蜜不会坏，可是它会蒸发的嘛，然后或者是空气中有水汽的嘛，那它会跑进去的嘛，那么它会稀释掉这个蜂蜜的，那么它的这个糖分的 percentage 会下降，水分就会提高，那么它还是有可能会坏的。如果说你没有储存好的话，这个还是普通的蜂蜜罢了你放在金字塔里面3000年，它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吗？这个东西是一个啦，然后第二个是它用什么东西来装？它以前没有玻璃瓶的嘞，就算有玻璃，它也不是拿来装蜂蜜用的然后它是用那种陶的，还没有瓷，是陶的罢了。那个透风性超级好之类的。然后他讲金字塔是4000多年到4600多年，4700多年之间造的，所以讲3000年是这样。那个他们造了1000多年了之后，再盗墓者放进去的。
不是的嘛。为什么你会突然写这个东西？是因为因为你看到有人问我，有人问你，因为某个品牌在宣传还是什么？不是，跟品牌绝对没有关系哈。不要告他。对，不过确实有很多人也是会拿这个东西来做广告啦。可是就是其实我的内容主要也还是就是一些我的粉丝他们可能会来问我一些问题。那问我问题，通常也就是要么就是报章上面秀的咯，要么就是像一些其他人他们用科普的名义来讲一些，其实就是看起来仔细看你就知道是错的东西。那我们接下来就真的是要讲到关于我们的饮食啊。当初你为什么会开始你的频道？就是因为你觉得大家都好像不会分辨讯息还是什么之类。因为首先是我个人是比较较真然后看到一些不实的就对不实的东西，就会觉得说，心痒痒，我想要去纠正这样子你也可以讲我好为人师啦，也 OK 啦，因为我又是营养师嘛。所以我做的这些东西主要还是跟营养有关，然后我的硕士又是 biotech， 所以我又会再做一些跟科学制药的一些东西有关的就这样子一直做下来。当然，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一系列的东西？为什么我一开始要出来做这个科普类的东西？主要还是因为我外公我外公在我大学的时候就患上癌症，确诊为癌症，然后结果就大家都知道了哈，就是你有癌症的话，或者是你家里人有癌症的话，一定非常多人围住你的，很多人会来找你送你这个东西，对，然后跟你讲这个东西不可以吃，那个东西不可以吃那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很心酸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像无头苍蝇这样子，但我们家像无头苍蝇这样子然后就是每个人来讲他都信，然后这个东西不可以吃他真的是没有吃，然后结果人还是走了然后那时候我才大学而已我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有说服力这样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子是随便就出口成章这样子那所以就是看在眼里咯，然后之后才知道说就是之后学了更多东西之后才知道就是那时候听了很多东西是假的，是错的，甚至有些东西是害死我外公的就是我就是不甘心然后我又是比较想要有仇必报的那种人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来宾今天是这样的人，这个跟我的预期有出入。我们本来想今天要聊什么糖什么蔗糖红糖什么糖的分别，但是结果他跟我讲说我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比较你是什么星座？要去纠正他们你猜？难道天蝎座？接近不是的。天蝎座一直会被别人，我是天蝎座，每次被别人误解，我们会有仇必报没有想到不是。我射手座。所以比较内向一点。最好是射手座，最好是内向。所以你就觉得说，你的心里面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们这一些不实的资讯或者是偏方，其实某种程度是害死了我外公这样子。当然，这个一开始就是觉得说，我要去纠正这些东西。学成归来，披着这个披风这样子，要来报复的感觉。有一点中二的。之后就发现了，我如果只是躲在镜头背后是没有办法的，做不到的。尤其在那个年代，我现在做了差不多8年了吧，这个没有办法的。所以就只好露脸咯。有的时候不见得可以帮得上忙，尤其是如果你没有帮得上忙，你给了这些偏方，如果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是会被怨怼的，然后会有人回来报复你。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不要太急，当有一些人家里面有人生病的时候，可是我也很难讲，我就在想说，我们可以理解那些周遭的人的热心。那你的想法是你觉得，以后打个来时，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假设有看着我们节目的人，他本人就是一个很热心，我就是谁，他就是这样子好的他怎样克制他自己不去给这一个帮助嘞？你要知道你要做好人，没有啦，这是最后的时候就是你要做好人，你是需要更大的 effort， 你要做更多的东西，你要懂更多的东西。你做辟谣的话，有一句话就是讲说，招摇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嘛。那一样的，人家就是去给你一个建议，他就是讲一句话罢了。可是你如果信了这个说法，那之后背这个风险的是你自己。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做一个好人的话你真的是要给那些建议的话，那么你就要先去想过、思考过这一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没有道理，然后是谁讲的然后它有没有一些背后的科学支持，这样子。各位要知道，就是越符合直觉的东西，在科学跟医学的领域，往往是错的。OK， 好，比如讲说酸碱性体质，
酸碱性体质、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已经证明是假的了嘛。一开始就知道是假的，只不过那个时候那家伙还没有被抓进去关，还没有被罚那1亿多美金。就比如讲说某一些水啊，或者一些产品啊这样子，他就跟你讲说，你看啊，给我滴这个东西进去啊，就是酸性的啊，然后滴这个东西进去，它就是碱性的这样子。你喝了这个水啊之后，哎，那个酸性会变碱性的这样。你这样子听很符合直觉吗？对啊，是啊，我喝了碱性的水，那么我的身体就会变成碱性的吗？可是其实不是。我们的身体有一个 system 叫 buffer system， 叫缓冲的系统，它会把你的身体的 pH 值固定在7.35到7.45之间，这个弱碱性可能太过深了啦，不过你就知道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就对了。可是这很小的范围内，你要加非常多的酸或者非常多的碱，它才会改变的。所以你只是喝1杯水，喝2杯水，那没有影响的。如果喝30杯，也不会。你喝30杯，看你喝几天如果说你是一天内喝这么多，可能会有代谢性的一些问题，碱中毒之类的，或者是水中毒啊之类的，这个量还不足以让它去改变。这个就是你真的知道了之后，你至少要知道说它里面有个 buffer system 这个东西，你才知道说这个很符合直觉的这个资讯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的下一部分呢，其实我们就想要聊说马来西亚人的饮食习惯。你有在国外生活过吗？有啊，台湾8年。你在台湾8年，那你觉得台湾的人的饮食习惯跟马来西亚人的饮食习惯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台湾的话有分南北啦，就是南部比较甜一点，北部比较咸一点，或者是酸一点这样。你自己是在哪里？台湾的时候我都有嘞，就是我大学是在高雄，我硕士在台北这样所以我都有感觉到很显著的差异，这个味道不一样这样。可是讲说很甜的话其实还是我们这边比较甜，我们比较甜，真的是比较甜。像之前我有几个老师过来这边开研讨会，然后他们就有那种 buffet 嘛，然后就吃咯，然后我老师就叫我一起去，我说好啊就去咯。然后吃 buffet 吃甜点的时候，那个甜点甜到那几个老师吃不下，我一个人吃2个，然后那个老师看着我这样吃得下，这样子，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的这个甜的耐受度真的非常高。对就算我其实已经不是吃那么甜了那你可以想象，就是每天都要甜，从早到晚都要甜的人，他可以吃得多甜所以这个问题就在我们这边了，就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毫无意外的，糖尿病是我们最高的那个疾病？对，糖尿病跟这个肥胖，肥胖是我们是最肥的国家，就是全世界吗？简单来讲，亚洲先了。我们在亚洲拿到光荣的第1名，对，就很厉害了。然后糖尿病的话，也是5个人到6个人里面有1个人，这样中国是10个人到1个人10个人里面有1个人，中国那所以你可以想象它这个差异有多大。可能以前是农业社会，所以他们吃碳水比较多这是一个点。然后第2点就是我们的糖很便宜，至少曾经很便宜所以就大量吃咯。然后就很习惯了这个味道，很习惯这个口味，从小吃到大，然后再传给你的孩子，传给你的孙子，然后你的孩子、你的孙子都是吃的这么甜的，然后就这样子祖孙3代这样累积下来，就造成现在这个结果了。你觉得这个东西是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办法逆转的？很难的，因为这个东西像我刚才讲了，祖孙3代都这样，长久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你们从数据上面看得出来说，种族的部分有没有哪一族是更严重吗？我们只可以讲说比例，因为某一个种族人数比较多，所以他们人数也会比较多。可是如果说是除回他自己的人数比例得到的 percentage 的话呢？这个部分比较难得到这个方面的资料，没有这样子分着对去找这种比较难去找到这样子的资料。可是其实癌症的人数跟癌症的盛行率这件事情，它并不只是看你吃什么东西。比如讲说华人的癌症的人口比例来讲是比较多，没有错。可是其实也是因为华人他们比较怕死，所以他们就比较会去做身体检查，所以他就比较容易去 check 到说有癌症。如果说他们比较不太在意这一点的话，他们就不会去做检查嘛。所以就是说比较勤于去做全身检查的是华人对其他族群没有这么勤。应该是说华人比较怕死还是讲这句话？那当然。你有癌症这件事情，跟你会不会死于癌症这件事情，其实是2回事。你有比较早发现到你有癌症，那么你就比较容易早发现、早治疗，然后成功率是比较大的。所以并不代表说你癌症比较多然后就代表说你一定是饮食上有什么很不好的问题。比如讲说，很多人就会讲华人吃咸鱼
现在还有几个人吃咸鱼啊？是咯，很少了嘞。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固有的观念，然后就这样带下来，这样子其实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可是有毒同胞吃的很甜，这个是真的。比如他们喝一杯国民饮料可以国民饮料本身就甜了，他们还可以再加半杯的那个炼乳，我是亲眼看过的啦。OK， 这个就他们喝得下。所以我们真的是所谓的糖上瘾大国吗？对，没有错。像之前的时候，我也是有做过类似什么 keto 啊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讲说糖是什么万恶之源的这个是成立的。那糖是万恶之源对吗？对，那钱也是万恶之源啊，你不所以要钱呢、就这个东西是看你怎样用啊。你如果说是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基本上糖甚至是救命的。低血糖的人是可以，你给他喝，你泡糖水然后给他喝，他是可以救回来的。东西都是看分量，跟你看你怎么用。没有一个绝对是坏的东西的，尤其食物里面。那个可以的话，就是饮料的部分可以慢慢的减少，不要喝这么多甜的会比较好。应该是说，我们喝饮料的时候，喝甜的东西进去，跟你喝比较多的糖是比较容易的，相对于你用吃的。你是说它的吸收？不是，就是比如讲说，今天我要吃50克的糖，那其实如果这个50克的糖是放在这个蛋糕里面，那我要吃它，我要吃至少这一块蛋糕的时间嘛。可是如果我是放在这个饮料里面，它喝是很快的，很直接的就输入了。对，而且你不要觉得不要觉得50克很多很难这样，其实没有，你一个泡泡茶500 ml 的，它就有50克的糖了，就是10%，这是最舒服的甜度。所以你要去有意识的去减少你喝甜的这一个口味。所以代糖可行吗？代糖是可以用的啊。然后代糖它当然分很多种，有人造的跟就是天然食物中萃取的那一种，比如讲最常见的就是 stevia 跟罗汉果糖。stevia 是甜菊叶是吗？对，甜菊叶。那其实你煮罗汉果糖水，你可以不用加糖的哈，它里面本来就有那个糖的啊，而且这个是代糖来的。那么如果说是人工合成的话，比如讲28天哦，醋化内酯钾咯，这一些其实也是在一些饼干或者是汽水里面很多了的，因为我们这边要蒸那个糖水嘛。所以原本那个汽水 C 开头的那一个汽水，它的糖含量是10.6%，刚才我讲了10%是最舒服的甜度嘛。那我们现在是减少到4点多，它就没有那么甜嘛。可是它那个甜呢，它就是用代糖来去给它就是补上去。当然喝起来会有一点不一样。如果说你的这个味觉是比较敏感的话，确实会比较不一样。可是这也是在帮助你去减少这个糖的摄取，然后你又不会去一下子降低掉太多的这个口味的这个舒适性你就比较不会有反弹。我之前有听过医生有讲说你就算是吃代糖也是糖，也是不好的这样子，所以你的说法是怎么样嘞？医生不一定懂代糖是这样子的。是啊，营养学你是不知道的没有，我讲不一定，不一定知道我没有讲说他们不懂，没有，OK，我讲说不一定，因为营养学这个东西，还是营养师的专业。所以营养师的认为是代糖还是有好处？应该是说还是那句话，你怎样用，跟你用的量。那么你代糖的话，它不是讲说我们今天用这么多的白糖了，我就用这么多的代糖，不是的。代糖它的好处就是在于说，它的甜度比普通的白糖甜很多，所以它可以加很少。所以就算说它有一些是跟你讲说，如果说你吃太多，它就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对，那是太多的时候，几多要很多。那个 C 开头的汽水，你要每天喝12罐还是13罐然后长期这样下去，你才可能会有某一个癌症这样子。这样每天都喝这么多的量，它才有可能会造成这样子的问题。我们的身体是可以去代谢它的，然后是我们讲到完了，就是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也是商业嘛。那商业的话，它要你什么？它要你一直吃吗？它也不可能就是你吃了之后你死掉这样子，那它赚什么？它一定要你常做常有，常吃常有，它才可以常赚嘛。所以确实是商业是很黑的，医疗是很黑的确实。可是你不要用你的很肤浅的这种想法去想他们他们可以黑得更黑。OK， 这样怎样？你讲到这样，好像我们这都真的很肤浅的。我们讲我不是营养师而已。没有，就是
我只是讲啦，就是很多人他们想的太过简单，然后就把一些东西看到好像太过的大这样子，其实不太需要。比如讲啦，比如28天，在年头还是去年年尾的时候啊，就是被放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致癌物列表里面。那时候就大家又爆了，这样啊，你看代糖致癌什么 ？Hello， 首先它是第2级致癌物质，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吃非常多，很多，然后它才有可能会造成癌症，而且是每天这样的吃哦，不是讲说你喝一个12罐的汽水，你第2天就得癌症，不是，这是一个慢性的一个习惯，所以这边就有一个重点。它是慢性才会造成伤害的吗？那你偶尔放纵一下不用紧的，你的身体可以，就是可以去负担得到，你不用太过于担心这小一点的东西。我是跟你讲了，你真的是这么担心这一点少的这个代糖啊，它可能在很大的量之下会造成一个伤害，你不如去更加的注意你平常菜有没有吃够。很多人他连菜一条都不吃啊，我很担心啊，这个汽水啊，它那个代糖不好这样子，他就一边抽住烟在那边讲，这不是很搞笑？懂不懂？对，所以你要去你可以这样讲，抓大放小咯，你是要先去做到你可以去伤害更大的东西，你先放掉它先，这样会比较有意义啦。所以如果要在代糖里面选择一个，你的推荐是哪一个会比较理想？没有，其实都可以用，都可以，都是看它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用的。如果说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割舍甜这个东西那么你就先用刚刚讲那种比较天然的 stevia 天菊叶然后那个罗汉果那一种如果你真的喝茶什么你都要喝甜的，那你就喝罗汉果茶了，这个就可以减少你的糖的摄取了嘛。让一些糖尿病的人他们去放在咖啡里面的一些一颗一颗的那一种的那个的话就是合成的啦那个其实也是可以用的，就是看你怎么用可是重点就在于你不要觉得说我用了之后我就无敌了我不会得糖尿病，还是我糖尿病不会更加严重，不至于，它就只是让你去做一个替代罢了。最大的重点还是你的口味的问题，它只是减少一部分的伤害，可是重点你还要去解决的是你的口味，所以我还是会建议你要用代糖，对，可以，可是你这个甜度的依赖本身还是要慢慢的减少，这样才是最好的。你有想过今天的访谈会这样学术吗？你本来的 aspect 的时候，我这个好奇我原本以为更学术一点，对，还有更学术一点，所以我给他的资料有些更学术。我看好那个资料之后，我说不能呢，我们的观众接受消化不了这么学术的东西。今天我们找冠良来聊这些，其实一开始我们想要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很单纯，我们就想说，马来西亚人，因为我们的内容都是从马来西亚人去发想嘛。马来西亚人呢，马来西亚人有什么好的或坏的我们骄傲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觉得很不好的东西，都可以拿来聊一聊。所以我们当时先想到的就是，马来西亚好像是大家都很糖上瘾哦。就如果你有机会去接触到其他国家的人，他们吃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有一些就觉得说哇很好吃，因为甜嘛，你就是舒服嘛。可是呢，如果说比如说像真的经常下到台湾的朋友，就是台湾朋友来的时候，要么他们就觉得说哇东西太甜了，要不然就是怎么那么黑，我们有很多的东西会吓到他们，所以我们想说可以聊多一点点这样子。可是呢，我发现说原来其实聊糖或者是糖上瘾，或者是聊糖尿病这些东西，其实它真的挺不容易理解的，因为它有太多的学术的东西在后面，所以如果不是真的是迫在眉睫，不是你自己真的发现自己妈妈最近有糖尿病，或者是你自己有糖尿病，你可能真的还是会觉得他不关我事，有没有这样子，对不对？有很多人是这样，甚至眼睛已经瞎掉一只眼睛了，他不知道，然后要等到做检查的时候才发现，怎么这边看不到？然后结果发现是什么？就是糖尿病已经血糖过高很久了，他已经让他的这个眼睛一边瞎掉了。他都没有发现到。我有认识一些安迪他们明明就是应该要吃这些糖尿病的药，他自己停药长辈有很多人喜欢自己停那些什么胆固醇药糖尿病的药，你可以帮我在这里跟他们讲，这样会带来什么后果吗？不听。你一定有听过，就是讲说吃药会造成，你可以严厉一点，不用紧。安迪们很固执，不听就是不听，来帮我跟他们讲一下。安哥可能也有，就是你一定会听过啦就是那个药物吃了之后会伤肝伤肾，对吗？就其实真正的情况应该是他们没有按时的吃药，才造成他们伤肝伤肾，尤其是肾的部分。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比如讲你高血糖的话，
它会去伤害你，你可以想象就是任何有微血管的地方，包括你的肾、你的眼睛、你的这种末梢的循环。所以为什么有一点的伤口你就要聚焦？就很严重的话就要聚焦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而且它的那个伤口很难去复原，就是因为它会去影响到你的微循环啊。那你有去吃这个药那它就可以降低这一个的风险。那其实是可以让你的这一些气管用得更久一点的。它就算真的会伤害，它也还是伤害没有比你直接让它去血糖高，一直高下去来的伤害来的大。第二个点就是很多人会用一些偏方那你用了偏方有2个问题，一个就是你所谓的偏方，它是不会去跟你去讲说你的现在要吃多少的量的，没有，他们会跟你讲说这个草你来煮水，然后当水喝，每个人喝的量都不一样的嘛，你煮到来它也不一样的量的嘛，那所以它是没有一个 regular 的一个量的，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去很知识化的跟你去计算你到底对你造成多少影响，不可能，那就可能就是要么你喝了它没有什么效果要么就是你喝了血糖降得太低。就很奇怪了，你就是用了之后，你自我感觉良好，你没有再去量血糖，然后你就以为说这样子就天下太平了，没有，等到下一次你再可能真的是有问题了之后，你再去量，哇，是多，这样子，就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吃药来讲呢，虽然说它不是长久之计可是就是它虽然也是治标不治本，可是它至少治标，他不会连标都没有办法给你治这样子，所以你如果真的不想要吃一辈子的药，有办法的，就是你要去照顾好你的饮食然后就是还是要去吃药，还是要跟医生讨论，然后要去做好这一些就是自我的检测之类的。会自己停药的安迪安哥会这样乖没？好啦，安哥安迪们听到了没有？要乖要相信专业不要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就自己停药孩子们很担心你大概知道我在干嘛？知道。好了，今天非常感谢你来跟我们分享，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用脑就是这样。你这个人真的是用这最没有这么冷静的表情讲的最狠的话。好，谢谢你。那大家也可以去冠良的这个 Facebook 还有 IG 去 follow 他，我相信大家可能也经常看到他啦。那还有他的文章，你的文章会在哪里出现？就 Facebook 咯，然后一些报章咯，一些杂志咯，去 follow 他，学会怎样用脑。谢谢你的时间，谢谢你们邀请，谢谢。